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名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专家分析如何吸取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教训，以赢得未来的台海空战。已经持续了1年的俄乌冲突，给世界各国的军事机构提供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商用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是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的焦点。以中国大疆公司的产品为主的商用无人机，在敌方的防空系统和敌机的下方飞行，很难被发现或击落，能为己方地面部队提供远达10公里范围内的情况侦察，甚至可以直接的为炮兵指示目标和进行射击的校验。在装备到排一级单位，甚至装备到搬走之后，给战场形势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美国军事专家马克西米利安·布雷默和凯利·格里科甚至给依赖商用4旋翼无人机的地面战术起了个专有的名词，叫空中拒止，并主张美国空军将其作为核心任务。但是这种想法受到其他美国军事专家的批驳，认为这种战术对中国无效。美国军事网站岩石上的战争在2月28号发表专家的文章，认为美国不应该把以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为中心的未经过验证的空中拒止战术作为威慑战略的核心。这种战术可能对像台湾这样较弱的防御者有价值，在近距离作战上有意义，但是美国军方的作战概念和技术，包括下一代作战无人机，必须是量身定制的，因为美国军队要求远距离的投射力量，以击败像中国这样适应性强、技术比较先进的对手。美国空军需要的是一种有人和无人飞行器混合的作战能力，可以从远距离到达中国武器系统的射程范围内作战。布雷默和格里科认为，美军现在的战术太复杂，而且成本太高，正变得是越来越不可持续。先进的有人驾驶战机的成本不断的攀升，就证明了这一点。维持这样一支部队在财政上是很费钱的，甚至可能会为对手创造机会。比如，中国可以在和平时期不断的间歇的制造紧张局势，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军力的经济和政治成本高到无法持续。因此，可以采用空中拒止战术，在美国盟友的主权空域里面建立一个空中雷场，用数千架无人机、低空飞行的导弹或游荡弹药，与高射炮、电子战系统和肩射导弹协同作战，以阻止来袭的军事力量。岩石上的战争认为，这种战术的主要问题是，现实并没有证明这种战术有效。乌克兰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占领其领土，也无法防止它的基础设施受到攻击。空中拒止战术的另一个弱点是忽视了力量投射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作用，似乎可以减少对力量投射和空中优势的需求，有利于以防御的姿态争夺空域。但是用这种方法对付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来说，并不一定会奏效，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并积极地推行自己的智能蜂群消耗战。美国空军、兰德公司以及米切尔研究所的分析表明，美国空军的下一代无人机最重要的特点是生存能力，需要深入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作战。一种方法是制造和部署大量的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机，另一种方法是建造隐形无人机，而航程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对乌克兰来说，能飞行几公里的短程的商用无人机就够用，但美国需要从日本或者关岛的基地派无人机飞抵台湾海峡，可能需要1000海里，甚至是更高的航程。总而言之这篇文章认为，美军必须为大国竞争打造更高端的无人机，而不是像乌克兰那样大量的使用廉价的商用无人机作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美对抗的规格要比俄乌冲突高得多。但是对我们来说，台湾就在家门口，我们完全能够用高低端的无人机混合作战的战术来对抗美军，既有美国空军的那种高端无人机，也可以使用大量低端短程的无人机作战，这恐怕就是美军难以应付的局面了。无人机大规模作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新鲜事物。
我们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应该拘泥于某种范式，应该吸取世界各地冲突中的经验，打开思路，进行探索，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